你疯了！如果你真要是嫁过去，你这下半辈子可就要伺候傻子了。莫西，莫西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我坐下说。阿爹给我定下一桩亲事。怎么那么突然啊？亲家是谁？相看了吗？他说不用相看，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。是谁啊？吴相爷家的郎君。这人不是个香饽饽吗？以他的身份地位，这荆州城里想要嫁他的，不说1万也有8000了，怎么会突然要娶你啊？还有啊，我听人说这吴相爷虽然名声不好，但这吴郎君学识很好的，你若是真嫁了他，也不亏啊。这吴郎君若是好好的，只怕真是还轮不到我嫁呢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他有什么意外吗？之前圣上带着文武官员逃离池北的时候，这个吴郎君中途马车出了事，摔到了沟里，脑袋摔坏了，现在就是一个傻子。你阿爹疯了，要把你嫁给个傻子？阿爹说他也不愿意的，但吴相爷说现在朝中正在清算当时依附叛军的2臣，阿爹当时不是想将你嫁与陈文德吗？这算下来就是证据确凿。若是论罪的话，我们一家谁都逃不了。他这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这般趋炎附势，有奶就是娘，迟早要翻船的。莫西，之前都是我阿爹阿娘对不住你，但这次吴相爷趁机要挟，我当然是不能不嫁了。你疯了！如果你真要是嫁过去，你这下半辈子可就要伺候傻子了。我阿娘也说不愿意，但吴相爷现在监管大理寺，要给阿爹定罪太容易了。若真是获罪，白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都在劫难逃，最轻也是流放。而且吴相爷还说了，我哪怕身上患有不治之症，都要和那个吴郎君合葬，说100年之后省得他地下寂寞，这装病也不灵了。这说的简直不是人话。麻烦你了。是送给龙香君的？对，是送给日前才前往漠北益州的那支龙香军的队伍的，给他们的左郎将万家贵。他们的军马应该还没走远，你现在能追上他们，把信送到吗3根雀翎加急的话，应该在关中地域就能赶上他们，但费用要多加1贯钱。什么？1贯钱？嗯。我现在的钱就剩这么点儿了，这下可好，要给虚多半。给。哎，好。万家贵在龙香军中有些人脉，这次又是光复的大功臣，希望他能帮白家解决这事儿。莫姐，你在这翘首期盼的，可是你房里那个野男人。大哥，你这是又找打了吧？要不要再去我房里看一下？不去，你那个房间，我要再去，再碰到那个野男人，我就倒了8辈子血霉。阿娘，阿娘，慢点。一身酒味儿，还不回房去念书？吃那狐妹子的亏还没吃够啊？慢点。喝那么多酒干嘛？二叔母脸色阴沉，看来此行并不顺利。今天又跟着你阿娘去达官贵人家求援了。倒是有几家愿意去说情，但是吴相势力太大了，一口咬定偏得让我嫁过去。再拖一拖吧，兴许有转机呢。转机？
但愿如此吧。娘子不好了，老爷被大理寺的人抓走了。大理寺，你阿爹素来养尊处优，现在被关在大理寺的牢里，你让他怎么活呀？阿娘，你先冷静一点。大理寺与刑部不同，不让轻易去探监，而且吴相爷只是为了逼我们屈服，不会真的对阿爹严刑拷打的。真的吗？凤瑶，做兄长的，说你两句啊。这事儿的罪魁祸首就是你，要不是因为你不肯嫁给那个吴郎君，阿爹能遭这份罪吗？大哥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原本就是为了你国子监的名额，阿爹阿娘才会去跟吴相爷结交，吴相爷才知道的我。如果从源头说起来，你如果念书稍微争气一点，我们家便也不会惹得这桩祸事了。你再说一遍。说，我不撕烂你的嘴！你说我读书不努力，阿娘，阿娘打到我了！哎呀，开！我撕了你的嘴！别吵了，凤瑶啊，你一向最懂事、最孝顺，阿娘也知道让你嫁给吴郎君是委屈你了。可是为了你阿爹，为了咱们白家上上下下这么多条性命，你能不能？阿娘，啊！你别说，还敢动我！还敢动我！他动我！你看他动我！哎，这下完了！能不能心疼一下阿娘？完了，阿娘，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！连咱们老爷这种清闲官都入了牢狱。我听说啊，这是因为老爷和夫人不肯把这凤瑶小娘子嫁给那吴相爷家的傻郎君，这才引来了报复。哎，这白家要是继续犟着，只怕到时候连咱哥俩都得跟着遭殃。谁说不是？两位大哥，请问贵府莫喜小娘子在家吗？亲家大哥，是不是有回信了？莫喜小娘子，咱们借一步说话吧。哎，这么快就有回信了？莫喜小娘子，您的信还没到关中，就被退了回来。退回来？为什么？关中那边传来消息，说龙将军这一行人在即将抵达关中的时候，遭到流寇的伏击，整队人都没了。你说什么？莫喜小娘子，请您节哀。你胡说，怎么可能？您若不相信的话，可以看一下朝廷发的邸报。听说，连圣上都是大怒，武将们纷纷请愿，要去关中平匪呢。小娘子节哀。